好，我是海岩。两位中年大妈在网络上互相辱骂了16年，积怨已久。后来呢，发展到了对簿公堂，在法院内血溅当场，震惊了所有人。就连见多识广的媒体记者都说，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情。Blood everywhere in courtroom 32, which is now behind police tape after a shocking incident I've never encountered in 20 plus years of reporting. 动手的这位叫沈晴晴，53岁，来自上海；被害者叫鲁静，也是53岁，来自河南。2021年5月25日，加拿大温哥华 BC 省最高法院准备审理二人的纠纷案。上午9点18分左右，沈晴晴穿着一身红色衣服，挎着包，拉着一个黑色的行李箱进入了法庭。她的包里呢放着一把锤子和一把鲨鱼刀。由于法庭没有金属探测门，也没有安检，沈晴晴进入了法庭。9点52分，鲁静穿着黑色的衣服，拖着行李箱进入了32号法庭。9点53分，沈晴晴也进入了32号法庭。将黑色的行李箱放进法庭内之后呢，沈晴晴再次来到了32号法庭的门口，四处张望。看到四处无人之后，他向法庭内走去，同时把手伸进了包里，从包里拿出一把锤子，向鲁静猛砸了10几下，然后从包里又掏出了鲨鱼刀，刺向鲁静。鲁静在疼痛之中大喊救命，法庭上鲜血四溅，一片凌乱。现场的法院警长后来说，当时他听到了尖叫声，感觉像是海鸥的叫声，但是呢，他马上就意识到了这是人类的痛苦叫声。反应过来之后，他立即赶往现场。随后多名法警也赶到后，众人将沈晴晴给控制住，带离了法庭。沈晴晴被控制住之后呢，对着鲁静嘴里还喊着都是你的错。鲁静也被送到了医院救治，虽然被捅了多刀，但是幸运的是呢，没有伤到要害。经过救治之后呢，没有生命危险。在法庭上公然行凶造成的影响是非常轰动的，人们都非常的好奇，两个人都是华裔，到底是有多大的仇怨才会做出这样的事情。经过调查呢，实际上两个人生活上并没有什么交集，甚至两个人互相都不认识。让人无语的是自从2005年开始，两个人在网络上就互相的谩骂、辱骂，互相诋毁，一直到案发前，两个人从国内一直骂到国外，整整16年的时间。双方呢一直互相对喷，使用的词语是不堪入耳，从线上互喷发展到线下对簿公堂，最终血溅法庭。那么两位大妈是怎么陷入这场荒诞的网络互喷当中，又是如何发展到血溅法庭的地步的呢？下面我们就来说一下两个人的16年的恩怨。2005年，沈晴晴和鲁静两个人都在申请移民加拿大，两个人都活跃在同一个移民论坛。鲁静是河南人，早年呢就来到了深圳打拼，事业比较成功，有钱，家里条件比较好。他喜欢炫耀自己的富裕生活，经常在论坛上晒出自己的名牌包包衣服、化妆品等等奢侈品，成为了论坛上的红人。发帖的语调呢，总是给人以高高在上的感觉。他不光在网上炫耀，而且呢还经常在网上发表一些过激的言论。他说只有像自己这样有钱人移民到国外，那是去享福的，而那些没有钱的穷光蛋移民到国外呢，也只能在那里给外国人刷盘子。像这样的言论总是让人觉得不舒服。不过大多数人看到之后呢，也就是一笑而过。但是不巧的呢，是他遇到了沈晴晴。沈晴晴看到鲁静的帖子之后呢，他认为鲁静说的话非常有问题一定要和对方怼到底说话毫不留情。而且呢，还在论坛上质疑鲁静发的奢侈品都是高仿 A 货，都是假货，大家不要被骗了。两个人一来二去呢，就结下了梁子。二人在网络上互相揭短，语言用词上呢也越来越恶劣，从刚开始的争论吵架，最后呢干脆变成了互相辱骂，恨不得用最肮脏的词去把对方给淹死，甚至双方开始深挖对方的隐私，在网络上晒出对方的黑料。两个人呢就跨越了多个平台，骂战经常就是几百条的帖子，被网友们戏称为牛熊之战，或者是河南人和上海人的战争。
半年后呢，两个人移民到加拿大之后呢，两个人的这个骂战也没有停止。在加拿大住在同一个城市，更方便了两个人互相调查对方。鲁静来到加拿大之后呢，开了一家咖啡馆，鲁静有时候也在咖啡馆里帮忙。沈晴晴知道之后，就在那个咖啡馆的附近抓拍到了鲁静给客人端咖啡的照片，然后呢就将照片发到了网上，并且说看吧，还说别人是到国外刷盘子，鲁静自己就是一个端茶倒水的服务员，还说鲁静就是一个底层人，还要靠咖啡店打工才能维持生活。在沈晴晴不间断的骚扰之下呢，最终鲁静只能关掉了那间咖啡馆。鲁静和丈夫一起从事教育行业，沈晴晴呢就多次发帖质疑鲁静没有相关的资质，还说鲁静的丈夫是一个非常糟糕的很差劲的老师，夫妻两个人都不配当老师。鲁静买了位于高桂林的房产，想将地下室出租，沈晴晴就派好友假扮租客去看房，随后呢在网上曝光了鲁静的家庭住址，他甚至呢还跟踪鲁静的儿子上学。鲁静这边呢也不甘示弱，他想办法搞到了沈晴晴和他儿子的照片，也公布到了网络上，并且说沈晴晴一看就是克夫脸大脸盘子四四方方的，长得像动画片里的牛爷爷。说沈晴晴婆媳关系不和，被丈夫给抛弃了，所以才会离婚。2009年10月，鲁静发帖说沈晴晴穿着宽松的运动服，像卖票的大妈等等。鲁静也将沈晴晴的家庭住址公布在了网上，并且嘲讽说你家那么小，一看就是社会的下层。他甚至还造谣说沈晴晴的儿子有癫痫病，接着呢又将自己儿子考上哈佛大学的消息发到了网上，用来嘲讽沈晴晴。沈晴晴呢根本就不相信，他还专门打电话到鲁静儿子的高中学校去核实。沈晴晴直接以鲁静丈夫的姓氏询问学校今年有没有一个姓某某某的孩子考上哈佛大学，学校的回复是没有。沈晴晴呢马上就在网上说你看这个鲁静说谎了，是为了炫耀造假。结果呢没多久，鲁静就发出了自己送儿子到哈佛大学上学的照片，并且嘲讽说沈晴晴的儿子成绩差，连些烂学校都考不上，说沈晴晴就是妒忌别人有个好儿子。对方有图有真相，沈晴晴呢不甘心，她再次联系学校核实。这一次呢，他问是不是有一个来自深圳的孩子考上了哈佛，学校回复确实有一个来自深圳的孩子考上了哈佛，这个孩子除了姓氏和鲁静的老公的姓不一样，其他的描述都和鲁静的孩子非常的相似相符。儿子和丈夫的姓不一样，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鲁静也是离过婚的。沈晴晴得到这个消息非常的兴奋，她将这件事发到了网络上，并且嘲讽说你说我是离过婚的，原来你也是个二婚是被前夫给抛弃的，等等等等等等。鲁静直接曝光了沈晴晴以及丈夫和儿子的真实姓名、照片、家庭住址以及电话号码，并且威胁要弄死沈晴晴的儿子。沈晴晴担心儿子的安全，就让儿子回国了。这一下呢，鲁静就在网上说沈晴晴的儿子是因为癫痫病被学校给退学了，所以才回国的。鲁静的儿子哈佛毕业的时候呢，沈晴晴还专门发邮件给哈佛大学，质疑鲁静儿子学历的真实性。反过来，鲁静呢也私下给沈晴晴的二婚丈夫发邮件，企图挑拨两个人的夫妻关系。就在来到加拿大第4年，沈晴晴和丈夫离婚了。就这样，两个人你来我往，从2005年到2016年，双方骂战持续了16年。沈晴晴和鲁静两个人都恨不得用自己的嘴骂死对方，甚至呢牵扯到了对方的家人和隐私，让一帮网友们既是佩服二人的毅力，又觉得让人无语。2016年，鲁静一纸诉状就将沈晴晴告上了法庭，声称对方故意抹黑和诽谤自己，让自己在华人圈里名誉受损，丢掉了工作，无法正常生活。沈晴晴也早有准备，拿出了手中充足的材料，说鲁静起诉我的一切正是我这些年所遭遇的，我才是那个被抹黑被诽谤的人，并且呢对鲁静进行反诉。鲁静和沈晴晴都没有聘请律师，鲁静还嘲讽沈晴晴请不起律师，但是他自己不也没有请律师吗？这下可难为了那位法官，要将两个人长达14年的骂战信息看一遍，并且捋出时间线，分出是非对错，看看哪一句违反了法律。
由于双方提供的资料太过复杂，直到2021年4月，此案才审理结束。法官发现双方提供的资料毫无逻辑可言，很多都是双方的猜测，都处在非理性的边缘。双方都说自己遭到了诽谤，但是呢，都无法证明受到了相关的损害。双方的儿子都是成年人了，儿子受到的伤害也需要儿子本人进行起诉，母亲无法代替起诉。而且在法庭上，双方都破口大骂，都有藐视法庭的情况。最终法官决定各打50大板，判鲁静赔偿沈晴晴8500加币，沈晴晴赔偿鲁静9000加币。之所以沈晴晴多赔付了对方500加币，是因为在案件审理期间，沈晴晴继续在网上发帖辱骂鲁静。当时呢，加拿大媒体也将这个奇葩的案件进行了报道，标题是狗与驴的对决，非常具有侮辱性。加拿大媒体也推测，判决沈晴晴多出的500加币的罚款很有可能不是结束，而是另一场战争的开始。果然，沈晴晴只支付了250加币，剩下的我就是不给。于是鲁静再一次向法庭上诉，表示沈晴晴拒绝删除那些侮辱性的帖子，拒绝支付赔偿金，藐视法庭，要求法庭将沈晴晴收监，判她坐牢或者是罚款。沈晴晴呢写了25页的反驳材料进行回应。就在2021年5月25日，就当法院要再次审理二人的案件的时候，沈晴晴在法庭上持刀杀人，发生了开头的一幕。2023年6月15日，沈晴晴在法庭持刀杀人的案件开庭审理。在法庭上，沈晴晴声称是害怕鲁静会伤害自己，于是自己才先下手为强。案发当天，沈晴晴包里装着鲨鱼刀和锤子2件武器，用每一件武器在被害人身上击打了10次以上。控方认为沈晴晴是早有预谋，试图杀害的意图明显。法院呢也将沈晴晴的罪名提升到了谋杀未遂。根据加拿大的法律，一旦罪名成立的话，沈晴晴有可能会被判终身监禁。这时辩方律师发出了大招，说沈晴晴有精神障碍，不用负刑事责任。直到2023年11月30日，法庭宣判沈晴晴获刑12年。考虑到沈晴晴已经被羁押了4年了，还需要再服刑8年。原本素不相识的2个人，本来是无冤无仇的，最后呢，搞得一个差点没了命，一个蹲监狱。回顾他们的争吵呢，实际上除了他们自己根本就没有人在乎他们吵什么。16年的时间和精力，做点其他事情不好吗？今天的案件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看，别忘了点赞、订阅、关注，我们下期再见。